如果盘点一下这2年最热门的网络词汇，那么内卷绝对是排在第1位的。内卷这个词儿呢，有好的一方面，也有坏的一方面。但是呢，当它放在一辆车上的时候，就会代表这辆车有极高的性价比。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吉利博越 L 就将内卷发挥到了极致。如果一辆车想争得当下年轻人的喜爱的话，外观设计一定要前卫。整个吉利博越 L 的车头设计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玲珑剔透，并且呢，融合的这个概念在这个车头上表现的是非常彻底的。我们可以看到，围绕车头的一圈的日间行车灯，搭配一个可以点亮的吉利徽标，并且这个徽标也融入到了整个车头设计当中。而且呢，在灯光的下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隐藏的大灯的设计，这个大灯的设计也和整个车头和中网融合在了一起。黑色中网搭配一个日间行车灯和这种隐藏大灯的设计，让整个车头部分的这种层次感非常好。这辆车的外观第一眼看上去甚至都不像一个量产车，像一个概念车的外观，但是它确确实实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这就是吉利博越 L 给我们一个非常优秀的车头设计。车身侧面最明显的地方就是这辆车采用了一个双色车身的设计，上面亮光的黑色的这种车顶，加上一个黑色的行李架，搭配下方这种银色的车身和一个塑料轮眉的设计，让整个车的车侧是极具力量感的。并且呢，在很多细节上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也是比较下功夫的，比如说围绕车门的这2道折线，可以看出吉利的制造工艺相较于之前来说有了非常明显的提升，整个车侧的这种线条肌肉感是非常强的。另外呢，20英寸的轮圈搭配整个车身侧面的这种比例也很协调。还有一点要说的就是这辆车在一些细节上的表现非常值得称赞，比如说后侧轮眉上突出了一点，这个小设计可以非常有效地防止在雨天或者泥泞路面的时候，后轮甩起的水溅到车身上。就这一点小设计，其实在成本上也是要增加很多的。在之前很多豪华品牌的 SUV 上是有这个设计的，但是到了现在，其实很多豪华品牌都没有应用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能看出来，在车身侧面和整个车辆的这种制造工艺上，吉利还是非常下功夫的。车尾部分的设计呢，首先第一感觉就是这辆车的车尾有一定的高度，它和它的这些竞品车型相比，它车尾是比较高的。那么这样的设计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宽大的后备箱的空间。另外呢，整个车尾的设计，个人感觉还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贯穿式的全 LED 的尾灯，搭配了上方的尾翼和下方的扩散器的设计。另外呢，整个包括吉利的 logo 啊，包括博越 L 的 logo 都进行了一个黑化的处理，搭配一个枪灰色的这种颜色，我觉得这辆车还是极具运动感的。另外呢，隐藏排气的设计也让这辆车整体尾部的这种一体性更强了一些。这辆车整个的外观设计其实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如果把车标盖上的话，它绝对不是一个10几万的车。博越 L 在内饰上依然为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内卷。当您坐了这辆车以后，您不会觉得这辆车内饰表现是10几万的表现，它明显是一个30万以上的一个车的内饰的这种表现。首先，双色内饰的配置加上了大面积的软性材质的包裹。另外，在中控台上，我们居然见到了阿坎塔拉，在10几万的车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了阿坎塔拉应用在内饰中。另外呢，舒适性配置方面，前排的主驾座椅为我们配备了座椅通风和座椅加热，副驾座椅也配备了座椅加热。另外呢，还有带这种冷热功能的扶手箱，另外还有无线充电。那么在配置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全液晶的仪表搭配一个竖向排列的大尺寸的中控屏幕，并且呢，这个屏幕的人机工程学设计的真的非常好。您坐在这儿，在驾驶的时候可以很轻松的用手操作这上面的功能，并不需要把手伸得特别远。而且呢，在可读性方面，包括 UI 设计和整体的流畅性上，这个屏幕的表现也是非常优秀的。我觉得现在的车机大家都在拼功能，都在拼这个功能丰富程度的情况下，能真正做到人体工程学优秀、操作流畅的车机是不多的，但是博越 L 在它的这套车机上做到了。那么一个优秀的内饰的乘坐舒适性，再加上丰富的舒适性配置，再加上一套比较舒服的可以流畅操作的车机系统，让您在驾驶这辆车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良好的感受。那下面呢，咱们再到后排去体验一下这辆车后排空间和配置的表现。
作为一个紧凑级 SUV， 其实博越 L 在后排空间的表现上是领先于同级别对手的。基于这个 CMA 超级母体架构呢，为我们这辆车提供了一个纯平的地板和一个优秀的后排乘坐舒适性的表现。椅垫的长度，包括这种后靠背的支撑性和这种包裹性都是有一些的。另外呢，前排座椅是我刚才这个驾驶的一个坐姿，现在后排呢还有2拳多的一个腿部空间，并且呢头部空间的表现上，这辆车也是领先于同级对手的，有1拳左右的一个头部空间。另外再搭配一个硕大尺寸的全景天窗，让您在这种后排乘坐的时候，这种开敞的感觉非常好。在配置方面呢，有一个中央扶手配备了2个杯架，后排独立的空调出风口和2个 USB 的充电接口。虽然算不上丰富，但是呢也能满足您在后排对于电力啊，还有放水瓶、放水杯的这种需求。另外呢，加上一套 Infinity 的音响，让您无论在前排和后排都可以享受到一个比较美妙的声音的环境。我觉得作为一个紧凑级 SUV 来说，这辆车的后排已经非常的合格了，甚至领先于它的竞品车型。那么另外一个大的优势呢，这辆车就是它的动力表现，也是我个人最为期待的。所以下面呢，咱们把这辆车开到路上去体验一下这辆车的动力表现。动力方面，绝对是这次博越 L 升级的最大的亮点。首先呢，它搭载来自沃尔沃的2.0升涡轮增压 Drive E 发动机，匹配了一个7速的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而且在这一次呢，它的动力又有了提升，达到了160千瓦的最大功率和325牛米的最大扭矩。匹配这个7速双离合变速箱，让整个驾驶过程变得激情澎湃。这辆车你在急加油的时候，虽然它搭载了一个245胎宽的轮胎，但是就算在直线急加油的时候，甚至需要 ESP 的介入帮助您稳定车身。另外一点就是这辆车它整体的变速箱的响应逻辑非常的积极，只要您轻踩油门，它就会非常积极的降档，让您获得最大的这种加速的快感，为您的驾驶增添了很多的乐趣。另外呢，悬挂方面韧性非常足，还有就是整个支撑性表现得很好。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悬挂形式和 CMA 超级母体架构是有关系的，这辆车整个悬挂的表现非常好。那这儿呢，肯定就会有人说啊，你就吹吧。那这辆车跟沃尔沃用的一样发动机，用的一样的悬挂形式，用的一样的平台，那我们为什么要买它不买沃尔沃呢？首先，沃尔沃很贵。那沃尔沃贵在了哪儿？第一就是用料上，这辆车在用料上其实和沃尔沃肯定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是呢，它也做到了沃尔沃的10之7、8，我觉得这样的驾驶感受就已经非常的优秀了。另外一点就是在 NVH 的表现上，它和沃尔沃是有一定差别的。但是在这儿拿这辆车和沃尔沃比是不公平的，因为沃尔沃可能是它2倍甚至更高的价格，但是这辆车做到了和沃尔沃非常接近的驾驶感受，那也是由于 CMA 超级母体架构让这辆车有了如此优秀的驾驶表现。另外在配置方面，这辆车也搭载了高级智能驾驶的这种驾驶辅助，也就是一个 L2 Plus 的驾驶辅助。另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碰撞预警啊、并线辅助啊、盲区监测，这些都给您配上了，搭配液晶仪表和一个非常显示效果非常优秀的 HUD， 让整个这辆车的驾驶会变得非常的轻松和愉快。那么在 NVH 上的一些小小的不足呢，我觉得真的是瑕不掩瑜。毕竟这辆车只卖10几万的一个售价，为您提供了如此优秀的动力表现和非常优秀的配置表现，我觉得它已经非常合格了。通过本次试驾，吉利全新的博越 L 为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无论从动力表现、配置表现，还是从外观上，它都超过了它同级别的对手。并且呢，就像开头所提到的，内卷是这辆车的一个调性。这辆 2.0T 的顶配车型15.37万元，您可以得到 2.0T 加7速双离合，并且还有一大堆优秀的配置和一个漂亮的外观。如果您对油耗有进一步的需求的话，您还可以选择17.07万元的混动的版本。如果您对售价有需求的话，您可以选择12.57万元的 1.5T 的版本。我觉得无论从售价上来说，从动力上来说，从外观、从配置上来说，这辆车都又一次的为我们提供了惊喜。那么吉利全新的博越 L 确实将内卷发挥到了极致。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30秒懂车的全部内容，我是王超，咱们下期再见。